我这2日呢，便要进山去寻松。六爷爷想请你回磨坊，代为掌事。六爷爷，我资历阅历尚浅，难以担当此任，您还是请回吧。你虽然年轻，但凭一己之力能开启自己的磨坊。就凭这个能力啊，六爷爷信得过你。六爷爷，不是您信不信得过我，而是如今我信不得李家，信不得李默了。七眼古墨一事，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。如今李家遭难，你们又想请我回去帮忙，您说出来，难道不觉得讽刺吗？我知道，这些年你在主家，在磨坊，受了不少委屈。是这，六爷爷给你赔不是了啊！哇！哎，六爷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就事论事。您若这样的话，那就折煞我。李默失去龚某权后一蹶不振，10数年。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贡墨，又遇到了松恩，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。磨坊这边必须要有一个能服众、能管事、能信得过的人，才能稳住局面，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松。否则，李家的100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，这不是作孽吗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。等我寻松回来，请甄丫头给六爷爷、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啊？还有那些磨工们，自打你离开李默之后，他们都看明白了，志母一道，打心底认可你呀。你看，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，都盼着你能回去呢。丫头，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，帮帮六爷爷好不好？六爷爷，今日之事，我不能答应您，您请回吧。丫头，六爷爷慢走。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戚老夫人，我们家的存松仅够交单之用，实在是没有再多的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无妨无妨，叨扰了，回吧，回吧。哎呀，留步吧，留步，潘掌柜。啊，戚老夫人，对不住你了。懂，懂了，回吧。回去。对不住了，戚老夫人，松才真的没了。没事。
好找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回家啊。就是这个咳嗽。哎呦，您出来怎么不叫我呀？我就想自己去找找，找不到您，你知道我多担心啊。甄掌柜在后院呢。甄娘啊，甄娘出事了！甄娘，花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七祖母到处求人买送不成，回家就病倒了。啊？七祖母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扶我起来，快扶我起来！您慢点。哎呀，哎呀！七祖母，您躺着。你怎么来了呀，甄娘啊？听说您生病了，我来看看您。舒服了。哎呀，甄丫头啊，不打紧，小病小痛，无事的。七祖母，我其实昨日在四宝街看见您了，我什么都看到了。这送瘟虽然紧急，但是你也不能这般不顾自己的身子。买送的事情交给旁人去办就好了，您为何要自己亲自一家家的去求呢？送瘟疫起，易送难求啊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李家是以松烟墨立名，你说怎么就让我们李家遇到了这样的事？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。好在我前日和你爷爷还有你六爷爷商议过此事，送财一事，我们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，所以甄娘你就不要为这件事操心啦。你现在应该全力以赴，把你的小李磨坊守护好，那才是头等大事。哟，来，让我看看，你瘦了，你瘦了，你肯定是开磨坊把你累着了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你就让祖母心疼了。你这样，你回去啊，让你娘给你弄些好吃的，好好的补补身子，把我们的小甄娘还补得壮壮的，有力气。要是银两不够，七祖母可以给你的。怎么了？不哭啊，不哭！哎呦，哭什么？不哭！哎呦，够的。哦，七祖母给我的银两，甄娘花都花不完。七祖母从你退婚的那年起，每年都悄悄的给你存了一些提起钱。这笔钱谁都不知道，就那个花儿，你都不能跟他说半个字，懂了吗？我的小甄娘就是一棵小树苗，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。你现在无论做什么，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。七祖母的愿望就是，你干你喜欢的事情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。七祖母才能安歇。
我的真娘。六爷爷，您别在我磨坊前转悠了，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。真娘，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，真娘应下了，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。啊，我回李墨只是帮忙代管，待您寻松回来，解决完松文一事之后，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坊的。还有，我希望李墨上下可以齐心协力，共度眼前难关。若是被我发现，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，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。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。好，就依你的去办啊。那六爷爷就把磨坊和六房都拜托给你了，啊！谢谢我的好孙女啊！那我，姑娘，可是为姻缘而烦恼。哎呀呀，贫道一卦便知天意，祝你早日觅得良人呐！正身，姑娘，爷爷啊，您怎么来了？想我孙儿了呀？你生意怎么样啊？我今天还没有遇到有缘人。你不是神仙吗？你今天算没算过，这个时日适合出门做生意吗？哎呀，爷爷啊，别人取笑我就算了，您怎么也取笑我呀？我以前年少不懂事，现在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，那我也得挣钱养活自己。行，那爷爷今天给你开个张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嗯，爷，您随便挑。这些东西啊，爷爷全要了。来，拿着。爷爷，您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？嗯，我要出去几天，在我回来之前呢，爷爷想让你帮着照顾家里。可是我也不懂制墨呀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全家上下都说我没正形，我能帮什么忙？我说让你制墨了吗？磨坊的事儿啊，我已经托付给真娘了。对，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，家里的事儿，还有你爹的事儿。你爹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担心真娘来了以后啊，他那边呢又不消停，所以我才让你呢看着他，别让他瞎胡闹了啊！能帮就帮一把，帮不了就别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啊！这样会寒了真娘的心呐，明白吗？爷爷，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您为什么来找我呀？
咱们李家除了你，我还能找谁啊？嘿，爷爷，我还以为您终于看出来了，我其实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能够临危受命那种人呐。哎呦，真是我的好孙儿！来，爷爷喜欢一下啊！不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。行了，收拾一下，爷爷请你吃好吃的，走。哎，好嘞，你等我一下。七祖母，六爷爷，这丫头啊，还是你六爷爷的面子大呀，能把你请回来。一听你要回来，我病都好了。来，七祖母，你来的正好。戚东家有心了，帮着你六爷爷打理进山的事宜。你看到吧，这些猎户们也是他费心寻来的，他们对黄山的路最熟，当个向导、肩挑手提的都可以差遣。还有那位萧公子，他在军营里教场上那可是一把好手，也是戚东家忍痛割爱，让他帮着你六爷爷进山。万一碰到什么豺狼虎豹，那他可以大显身手。祁东家不愧是李默的股东，果然凡事都有个担待。老夫人，真正有心之人是甄姑娘，是她亲自登门请我借的人。还是甄丫头有心呐。这丫头啊，你这是……祁祖母，真正处理的是祁东家，当谢谢他才是。再次谢过戚东家。有劳祁东家。老夫人，六爷，您二位千万不要客气。诸位，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。这前段时间我来过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默聘请的制墨师，而这次回来却不太一样。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，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。如今李默的局面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。一则松温发了，二则供墨在即。两件事情撞在一起，难度不小。若想过关，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，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。俗话说得好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。那么今日，我就抛砖引玉，说出2点我的想法。之一，供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。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，他所要的东西、物件必须备全。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，这上面的人、物必须专事专办，不可擅动。第二，松温发了，这松材成了稀罕物，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，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签出去的订单。我们需要开源节流，之后在烧烟的时候，应该精细地处理好每一块松材。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，我看了看，看出了一些名堂。祁东海是谁？谁是祁东海？我就是。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，远超其他的墨工，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。你原本是3等墨工，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，功酬加倍。多谢甄姑娘。凭什么？再接再厉。2等墨工只够相当于。张管家，
这只怕不妥吧？按磨坊的规矩，3等磨工至少需要2年时间，才能在通过考核后升为2等磨工。这祁东海来磨坊少爷，才不过短短1年时间，你看这。邵管事，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，可若是死守着规矩，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。如今松纹发了，诸位少飞1碗烟台，便可以多节省出1块松材，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，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，无论你是谁，是哪一道工序，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80%的良品率，便可以升一阶，不受年限的限制，获得应有的功酬。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，多钻研，共同挺过李墨的难关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！这是好事啊。甄姑娘，之前是我误会了您，我在这给您道歉了。对，甄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看清楚真相。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，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，我无一不从。对，都是甄姑娘的。甄姑娘，不知您寻我何事啊？邵管事，您不必客气，我寻您来是想同您商量2件事情。甄姑娘，您现在是磨坊的代掌事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我看之前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松烟墨订单，虽说是改了新规，良品率有所提升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便想着，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们合作久的墨商，说服他们，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。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再有，我最近看了这账单，发现这2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，可是这半年6房的生漆减产了。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。若生漆量一旦跟不上，那这批订单就有2头都交不上的风险，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，得不偿失，还要面临巨额的赔款。您看，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？此事不宜声张，若是让那些墨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，势必会对李墨丧失信任。那这生漆一事又该如何是好？邵管事，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，生漆一事我来处理。那就劳烦甄姑娘。劳烦邵管事。景东叔慢行。
景东叔，我有事找您商量。快说。是这样的，为了磨坊营收，我将部分松烟墨的订单折价转为漆烟墨订单。李真，既然我父亲把磨坊交给你管理，你自行决断便好，不用与我说道。这生漆一事一向都是由六坊来供应的，未来生漆用量只会多不会少，所以我想让您帮忙协调，促进生漆的进量，帮助李墨渡过难关。你是何意？怕我短了你的生漆，故意为难你？李真，今年年份甚好，生漆产量十足。我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些，李真，我即使对你们八房再不满，我也不会坏了李墨的营生，所以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看来他并不知情。春花姑姑，哎，真娘来了。哎，那个，甄姐姐，和我玩骑大马吧。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，都没有人陪我玩。好，一会儿姐姐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姑姑，这小李磨坊开业啊，有人送了一头花猪，我娘呢腌了一些腊排骨，说让我拿来给你跟润哥好好尝尝。来，甄娘，到这边坐。哎，多谢姑姑。姑姑，姑父不在吗？啊，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这样。这几日在磨坊还好吗？我哥那人向来古板，他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千万别在意。没有，一切都挺好的，姑姑放心吧。我此次前来，其实是为了生漆一事。我查了登记账册，发现这半年来的生漆进量有所减少，而景东叔忙于研制供墨，无暇管理此事，我就只好来找姑姑求助了。甄娘，生漆这事儿你放心，我定凡事配合。只是，不瞒你说，此事的确是有一些特殊状况。此前咱们李家磨坊大多产的是松烟墨，生漆的使用量其实不大，每个月都有些余存。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，半年前呢，便由我做主，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。哦，姑姑，分销给哪些商户了？可否给我看一看？好。甄娘，你先坐。哎。你看看，这每一笔啊，我上头都做了登记。姑姑，这磨坊近期急需大量的生漆，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与这上面的一些商户商量一下，让他们退还一些生漆呢？如今能凑多少便是多少。这做生意最讲究诚信，这只怕行不通吧？是，我也知道。不过此事是为了李墨的生计。姑姑，若是此事你不方便出面，不如这个坏人由我来当，我去跟他们谈如何？磨坊事务繁杂，你都已经这么忙了，这事儿就交给我来解决吧。甄娘，你放心，这些生漆商啊都是熟客，总有些人情是可以讲一讲的。
那就有劳姑姑了。不打扰姑姑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姑姑回去吧，慢走啊。哎。这是上个月的账目，去赵源给阿姐送去，让阿姐看看。好的，东家，你放心吧。甄姑娘，哎，啊，甄姑娘，东家在里面呢。多谢。谢谢。齐东家，哎，甄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路过，顺便看看你，向你讨杯茶喝，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生气的商人，可否介绍一下？没问题啊，请坐。何掌柜，哎，把新到的茶沏过来。好嘞。甄娘，这生漆的商人，我的确是认识几个。那你是想在茶馆见呢，还是在酒楼见呢？我这不重回了里。你看一下这个簪子能当多少？好的。怎么了？活当30两，死当60两。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？死当。金簪1枚，死当60两。钱给你，收好啊。谢谢。慢走。客官慢走。何掌柜，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。可以。给你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还有生漆吗？卖光了，早都卖光了。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，半年前呢，便由我做主，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。这每一笔啊，我上头都做了登记。姑姑，姑父不在吗？啊，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哎呦，成山哥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的？看你一脸愁容，所谓何事啊？说来听听，让我来助你渡劫。甄娘可不敢劳烦您这位真神。哎呀，甄娘，你这话是在笑话我。我知道，这个家没人信我，整天都觉得我求仙问道不务正业，但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也是为了保李氏一族平安。爷爷为了家，冒死进山；爹爹为了这个家，没日没夜的研制贡墨。我李正身也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，脱下道袍，入世渡人。以后有什么用得上哥的，尽管开口。你也当帮哥一回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圆满呀？周神哥，甄娘眼下正好有一事，想请你帮忙。何事啊？我想劳烦正身哥替我跑一趟苏州。苏州？甄娘，你可真是活神仙呢！姑姑给的那些商户全都是假的，根本没这些人。而且我还发现，我那姑父李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实际上是私自低价出售咱们李家的生漆。人买货的人说了，要没有苏氏这层关系，一般人还买不到呢。苏氏？苏氏又是谁啊？他李德才在苏州养的外室，孩子都有了，他还在外边欠了好多钱呢。正身哥，你确定你打听清楚了？千真万确，要不是你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能轻举妄动，我早给他绑回来了。
不行，我得将此事告知我爹，让他主持公道。回来！你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为何让你去苏州而不是别人？此事不宜声张。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你容我想想法子。你记住啊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不能告知任何一个人。还有，苏州那边可有安排人盯着？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这吃里扒外的东西。任哥，甄姐姐，甄姐姐，任哥，今日怎么没有骑马啦？爹不在不好玩。娘，快出来！甄姐姐来了。姑姑，你找我啊？今天可真是不巧，润哥今天的生辰，他爹不在，我刚好准备带他去摘柿子。来，润哥，今日是你生辰啊，那正好，甄姐姐陪你一起摘柿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拉手，走吧，姑姑。娘，我想自己来。爹喜欢软一些的柿子还是硬一些的柿子呀？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说好了要回来陪我过生辰。等咱们把这些柿子都摘完，你爹也差不多到家了。任哥，甄姐姐帮你一起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样扶着你使劲儿，这柿子下来也是你自己摘的，好吗？好，来，你看掉下来了，任哥真棒。甄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你相信甄姐姐吗？过2日，你爹肯定回来了。先挑些软的吧，润哥爱吃。这些硬的呀，等着德才回来就刚好熟了。姑姑可还记得自己爱吃什么样的柿子吗？我前段时间托正生哥去了趟苏州，他查到了一些事情。有些事情可以躲得了一时，但躲不了一世。若是东窗事发，想必到时你两头不是人，最终苦的还是你自己。姑姑，依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不会做出危害李家的事情。但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何要帮着李德才做假账吗？姑姑，你可知道，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外室。今日是润哥的生日，他身为爹，却沉浸在外头的温柔乡中，丝毫没有将你们母子放在心上。你还在为他着想。润哥对他爹满心敬慕，我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没了爹。我早就知道他治了外室，可是为了润哥，这个家不能散。我只要不挑明，他至少还会回到润哥身边，我就可以当做一切都不曾发生。真娘，姑姑求求你，不要把事情闹大，你就成全姑姑这一回死心吧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这件事情上，我确实没有什么立场同你说这些。但是李家之祸迫在眉睫，我必须要给李家一个交代。我可以不将此事闹大，但你也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第一，
日后不得再私允生妻，若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第二，你不可以再帮着他做假账了。就算是为了润哥，你也千万不能把自己搭进去，明白吗，姑姑？谢谢你，真的。真娘，就这儿了。王宅，哼，好一个王宅！你去后门，帮我把门打开。是。谁啊？什么人？啊！他个自丑逼鬼，还要命我！来，王老爷，好大的威风啊！真娘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轻转眼十里，孤雁落成萍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伤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纵我心光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伤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，你让万物生。